弥留之国的爱丽丝终于迎来了第2季。这一季的游戏会有多刺激呢？4人在大楼前苦苦等候，然而1个小时过去了，第2阶段还未开始。是不是忘了按开始按钮，或者是忘了解释规则就开始了？木子突然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，4人朝他指的方向望去，突然许多车辆出现，把他们团团围住。这些人都是从海滨来的，听说第2阶段即将开始，他们特地过来看看。这时一声巨响响起，其中1个人被炸成碎片，紧接着是第2个和第3个。大家意识到情况不对，立刻逃跑。美男听出声音是反坦克的，不幸的是即便躲进车里也没用威力太大。难道这是游戏开始的信号？没有规则，只有屠杀。反坦克步枪的声音仍未停歇，接着是突击步枪的声音。梁平建议分头逃命，这样生存的机会更大。但不管跑到哪里，枪声随处可闻。最麻烦的是不知道枪声从哪里来，也不清楚对方有多少人。不久后枪声停了，飞艇出现了。这次的任务是找到黑桃 K。 梁平和木子决定逃跑，路上他们发现一个奄奄一息的人，梁平心生怜悯，决定去救他。不远处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似乎是那个人在索命。4人再次聚集在一起，在他们还没想出对策之前，一辆车停下来准备接应他们，其他人陆续上车。美男正要上前，却突然发现一颗手雷，赶紧让大家先撤。此时大家都一头雾水，不清楚这游戏该怎么玩。在梁平看来，刚才那个人应该是 BOSS， 虽然只有1个，但挑战的难度不小。战场其实就是整座城市。与此同时，另一辆车上的人还在沾沾自喜，以为自己成功逃脱可以回家了，却不知道 BOSS 正跟在后面。他们一车的人很快就被干掉。 BOSS 冲进车内，很快就追上了梁平他们，气氛立即变得紧张。 BOSS 一边追一边开火，他们手无寸铁，无法反击，只能拼命逃跑。 BOSS 像牛皮糖一样粘着他们，怎么也甩不开。他们中途车翻了，人都没事，但 BOSS 依然在后面。屠杀没有停止，又是一路狂奔。他们躲进了一座大楼，终于暂时听不到枪声，安全了一会儿。美男和安暂时离开了队伍，凭他们俩的能力，应该不会那么快就出事。这样等待也不是办法，他们决定分头行动，一组寻找车辆，一组寻找食物。很快食物和车都准备好了，他们继续上路。天亮后，梁平战甲勾住眺望，其他飞艇静止不动，只有黑桃 K 在移动。 BOSS 的火力太猛，他们暂时无法突破这一关，但仅仅逃跑是不够的，需要换个方式参加其他游戏。每场游戏都有它的规则，如果相互干扰，所有游戏都会崩溃。可以在参与其他游戏时寻找线索，弄清楚这个世界的运作规则，这样才可能生存下来。梅花 K 是他们所能去的最远的地方，梁平决定从这里开始尝试。梅花是依靠团队合作的，他们的胜算较大。既然方案已定，就开始实施吧。4人立刻向梅花 K 进发。这里有很多集装箱，入口被锁上了，旁边贴有注意事项，禁止携带武器。桌子上放着4个手环，但规定的参赛者却只有5名，他们只有4人。九木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他竟然还活着。4人不愿与他同台竞技，但他已经戴上了手环。4人别无选择，去别的地方已经来不及，只能硬着头皮参加。所有人都戴上手环后，入口打开，5人陆续进入，入口随即关闭。游戏场地是一片开阔地，他们刚站稳脚跟，就有人从不同方向出现，他们也都戴着手环。一个全身赤裸的人在欢迎他们，他就是梅花 K 9000的梁平。对面是5个人，他这边也是。他介绍了一下团队成员：乐师、木豪。梁平想知道他们的真实身份，游戏策划者还是经理？主角的回答让他稍微吃了一惊。这些人在来这之前，他们是乐队的一部分，现在则成了一个团队。这个游戏是乐趣满满的设计，这也是他们第一次尝试玩。酒精流露出了一个秘密，所有参与者都在拍摄游戏，他们和这个国家的公民展开了殊死的战斗，输了就意味着死亡，因此他们不会手软。下面来介绍游戏，主题是潜入，规则是2小时内互相争夺分数，得分最高的团队将获胜，双方各有1万分。游戏开始前，每位队员要分得10分，分配方式可以随意，但每人最少得有100分。酒间稍微给了点提示，分数的流动非常关键。得分的方式有3种：通过对战道具，基地的水机表示不懂。酒间只能进行1场示范。首先给每人2000分，对战时需要触碰到对手，主要看手上的分数，分数多的人会赢，从败者那里拿走500分，总分也会相应变化。一场对战可以多人参与，比如2个队友接触，就会用2人的分数总和来对决。这种策略可以用来击败一个人单打独斗无法战胜的对手，用这种方法赢得500分，然后平均分给2个人。接下来看看道具，有6件道具藏在集装箱中，触碰道具能得到额外分数。最终目标是基地，
这个标志就代表梁平他们的基地。九间的基地在对面，触碰到敌方基地时，将直接获得1万分；触碰自己的基地，分数将被无限放大。这种情况下的对战，可以直接夺走对手1万分，分数变成负数就意味着死亡。这是危险与机遇共存的局面。还有一种特殊的情况，玩家对战后会进入无效状态，在此状态下无法得分或失分。处于这种状态时，触碰对手的手环会释放大量电量，严重时甚至会使人失去意识。一旦触碰到自己的基地，就可以解除无效状态。这些就是游戏的基本规则。酒精打算带队回到自己的基地，梁平突然询问，如果通关全部，是否能返回现实世界？他让梁平仔细思考，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现实世界？是过去生活的地方，还是现在所处的这个地方？过去的世界满是尔虞我诈，现在的世界大家坦诚相待。他不能透露更多，如果想要知道真相，就要全力以赴地参与比赛。接下来要考虑如何分配分数，单纯评分是不够的，必须要有明确的策略。跑得快的人分数低一些，跑得慢的人分数高一些。分数低的人只能得到基础的100分，然后将玩家分为2组，一高一低。遇到对战时，2人可以联手，显示的是总分，这样对手就猜不到各自的分数。2人一组，很快他们就遇到了目标。2人加起来总共有5000分，对方有5个人，他们不可能给1个人分配超过5000分，所以他们胜算很大。木一看到2人冲过来，立刻逃走，速度非常快。如果只有木子1个人，还有希望追上，但带上九木就不太可能了，只能选择放弃。梁平和水晶正在寻找道具，运气好找到了一个水晶，按下按钮就能增加2000分，可以说是一个好的开始。但是刚关上门就遇到了九间，梁平和水晶加起来有6900分，如果对战他们一点也不虚。可九间却没有显示出退缩的意思，这种自信让2人感到不安。梁平突然松开了水晶的手，决定单挑，结果很快就揭晓了，九间只有2000分，梁平获胜，赢得了500分，进入了无效状态。这次1对1不是冲动的决定，而是经过深思熟虑的，想要查看九间的分数，从而推测出分配情况。2000分意味着他们可能平分，九间没有否认，他们团队实行人人平等，要么一起死，要么一起活。另一边木子看到了好机会，故意将对方引诱过来，对方一看是2个人，立刻拔腿就跑，但还是慢了一步，身体一接触，索姆就赢了，他再次获得了500分。同时梁平和水季抓住了木，又赢得了500分。游戏进行得挺顺利，突然觉得 K 没那么难对付。大家回到基地刷新分数，商量接下来的策略。这时九木突然吐出了血，九节一开始虽然不顺，但气氛还是很好。现在这种方式赢不了，必须改变策略。没多久，梁平他们又找到一个道具，分数增加了1000分。还没来得及高兴，有敌人突袭了基地，这一招真狠。龙田立即触碰了基地，分数变成了无限大，谁敢靠近谁就死。这本来就是生死游戏，至于谁死，龙田来决定。4人同时朝基地冲，1人失败，3人成功，分数发生了变化。九间队28500分，梁平队24500分，局势瞬间逆转，代价失约的生命。一道激光从天而降月，当场死亡。梁平一方陷入绝对劣势，对方3人都超过了1万分，对战这场想赢几乎不可能，只能先集中精力找道具，力争在总分上超越对手。九间预计到了他们会这样，也开始积极寻找道具，很快就找到了一个值500分的道具。这时候木子遇到了危险，碰上了一个高手，本以为他跑得快，可是那个高手迅速追上了他，分数再一次发生了变化。九间队领先了5500分，紧接着他们又得到了一个道具，分差拉大到了7000分。水击队原本就胜算不大，这时候又遇到了木，他没有逃跑，而是选择了战斗，即使可能会输掉500分，也要让木失去行动能力。但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，木竟然也懂得功夫。九间队已经领先8000分，梁平加速前进，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，结果却是个陷阱，对手的圈套师抢先一步按下了按钮，分数增加了3000分。九间也赶到了现场，梁平这才意识到对方的基地没人守卫，现在算是彻底完了。他们不敢直接攻打基地，九间慢慢走上前准备战斗。梁平战败，失去了500分。九间提醒他，不要把这当作游戏，不仅仅是输赢，而应当看作是战场，要考虑生死。几人回到基地重新集结，目前落后12000分，即使拿到剩下的所有道具，也只能得到2500分，根本没有赢的可能。即使让拥有1万多分的龙田出马，采用2对1的战斗方式，每次也只能赢得500分。时间只剩半小时了，这方法不行。梁平开始设身处地的思考，如果他是九间他会怎么做？突然注意到手环显示为无效状态，
想起九间提过的生与死，他突然有了一个主意，决定放手一搏，直接进攻基地。只要有2个人成功，就能实现逆境翻盘。他们和九间队的最大不同，就是被恐惧所阻，什么都不做肯定会死，放手一搏至少还有生的可能。冒这个险是值得的。龙田留下来联手，基地的其他人立刻出发，但九间已经预料到了这一招。4人坚守在基地，没有离开。木子来挑衅，完全是冲动的行为。木子的分数只剩50分，一旦被抓就意味着死亡。他越想越激动，不顾队友的阻拦，决定去抓木子。紧接着水姬出现了，然后是凉平和九木。3对3这场战斗该如何进行？3人接触到基地，分数突然变得无限大，来一个死一个。同时木子走投无路，兴奋地冲了过来。凉平和他的2个队友也向基地冲去。木子奋力一跳，跳到了对面的集装箱上，紧跟着也跳了过去，可惜差了一点。水晶最先冲上前将木子拉开。凉平是第2个被九间抓到的，但他处于无效状态，电流一击，脸部直接飞了出去。九木一上来就不讲武德，结果直接吐血，顿时在折腾中碰到了基地，一举拿下了1万分。趁着还在无效状态，立刻开始放电。人师设法躲开了，但木没有躲开，水阶急忙冲向基地，可惜被木一脚踢开，身体接触后损失了500分。组建的队伍目前还领先3000分，时间还剩20分钟，难道只能坐以待毙吗？木子决定去找道具，虽然没法赢，但至少可以自我安慰一下，至少我们拼到了最后。其他人都失去了斗志，静静的等待死亡的降临。木子很快就找到了道具，拿到了2500分，将分差缩小到了500分。现在只需再赢1场对战，就能实现逆转。凉平决定去敌方基地试试，木子也有同样的想法，可惜被九木拦下了。面对死亡的九木已经失去了理智，不再考虑任何团队精神，只想着如何快乐的玩耍。怎样才能快乐呢？尽管木子反抗，还是被九木击晕了。眼看九木就要开始行刑，凉平冲过来把他拉开，发泄出心中的愤怒，之后把木子抱回了基地。但守在这里的龙田已经不见了。凉平正准备前往敌方基地，突然停下了脚步。他看向一个地方，九间就在那里。九间一旦倒下，他会过来。他知道这次肯定会输，想在临死前跟九间握个手。主间自然没有异议，只不过游戏还没结束，握手的同时会进行对战。他在这场游戏中领悟了一个道理，不能只是一味的指挥队员，要听取队员的意见，要考虑队员的感受。能有这番领悟，九江感到非常欣慰。2人的手紧紧握在一起，分数发生了变化，所有人都转向大屏幕看去。凉平队实现了逆转，领先了500分。九江也没想到会这样，凉平的分数竟然比他还高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其实在来这之前，龙田正在自残，这是他自己想出的办法，偷偷戴上了他的手环，这就相当于2个人在对战，这样就能反败为胜。反正规则里并没有说不准摘手环。凉平虽然于心不忍，但这是唯一能获胜的方法，是换一只手好，还是大家一起死好？凉平很快做出了决断，忍痛把龙田的手弄断，拿着沾满鲜血的手环去跟九江对战。这一招确实出其不意，也确实够狠。九江输了，但心服口服，团队氛围依然很好。他们是一步步从玩家走到现在的，如果没有主监早就出局了，没有必要去抱怨。这也是凉平所担心的问题，即使通关所有游戏，也无法离开这个地方。九监只能说去相信，信你所信的，那就是真相。凉平感到迷茫，如果不能离开，要靠什么来坚持？比赛结束，凉平队获胜。九监坦然面对死亡，队友的梅花 K 飞艇被炸毁，这场胜利来之不易。龙田因失血过多死亡。夜深了，红桃沟队游戏开始，比赛地点是刑务所，还剩一个参赛名额。戴上项圈后，会随机分配一种花色，小伙拿到的是梅花，其他参赛者聚集在2楼，美男也在其中。小伙一进场，游戏就开始了，每个人进入一间牢房，猜出项圈后面的花色，时间限制1小时，猜错或者时间用尽，项圈会爆炸。花色并非固定不变，每轮都会变化。一共有20名参赛者，红桃菇就藏在他们中间，这是对你信任他人的考验。游戏每小时进行1轮，直到红桃菇死亡，游戏才会结束。严禁使用反光物品偷看花色，禁止使用暴力或武器伤害他人。美男很快抓住了重点，找出红桃沟，让他猜错。这里有足够的水和食物，足以让他们玩到底。游戏开始了，进牢房前可以自由活动。有人建议组队，先确保自己的安全，不要彼此欺骗。有人愿意组队，有人不愿意。有人向美男提议合作，互相透露各自的花色，可惜美男拒绝了。现在还不是建立信任的时候，先观察一阵再说。大家要么组队，要么结伴行。美男也加入了一个队伍。不久，大家都知道了自己的花色。
纷纷进入牢房开始猜测。第一轮所有人都通过了，这看似是个好消息，其实未必。如果一直这样下去，他们就等于被判了无期徒刑，永远无法离开这个鬼地方。打破僵局只有2个办法，要么孤独一人开始杀人，要么是先害怕的人开始杀人。很快，一个双人组就产生了矛盾。后来加入的那个家伙开始耍手段，让坐在地上的人说光头是梅花。在光头的强迫下，他只好照做。光头的真正花色是方块，看来他可能是第一个死的人。第2轮时间到，大家进牢房进行猜测。光头自信地说：“出梅花。”结果当场谢洒。蓝衣女孩指责光头的同伴，既然他先动手杀人，可能就是勾了，反正谁是谁也不清楚，不如杀了试试看。这个主意很快得到了支持。美男默默地看着，他没发一言。同伴加入了蓝衣的队伍，大家都说他是黑的，其实他是红桃。美男也没点破，一切都很平静。第3轮死的是同伴。游戏进入到第4轮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大家越来越没有耐心，也越来越不理智，背叛的情况越发严重。蓝衣一直在指挥方向，这次目标是黄衣女孩，把红桃说成是梅花。黄衣女孩在第4轮就出局了，这种做法很快就让团队起了内讧，谁也不知道下一个目标会不会是自己。红衣说他是黑桃，其他人急忙附和，但红衣已经不信任团队了，找了2个人来确认自己的花色。可是人心难测，明明是红桃，2人却说是梅花。本以为能逃命，他反而兴奋了半天，结果在第5轮选择梅花送了命。这一轮直接死了2人，蓝衣并没有死。有人开始感到害怕，不再轻易信任他人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死的人越来越多。到了第9轮，蓝衣也处于危险之中，告诉他花色的人一时说漏了嘴，一时口误说成方块后，急忙改正为红桃。对方第一反应居然是想耍诈，他马上反击，跟其他人串通，先干掉对方。2人都挺过了第9轮。第10轮开始了，对方也意识到了危机，跟其他人合伙干掉了蓝衣。现在就看剩下的2个队员怎么选择了。2人很快做出了决定，一网打尽。虽然达到了目的，但2人再也不信任对方了，都担心对方会杀了自己。结果2人都没能幸免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比赛中只剩下6名参赛者，跟着美男的小年轻撑不下去了。没想到人性竟然如此恶劣。2人互相告知了各自的花色，他是方块，美男是红桃。面对最后的选择时，他崩溃了。他没说出是方块，选择了另一种花色，这样痛苦的解脱了。他走后，美男变得被动，剩下的4个人是一对情侣和一对搭档，只有他孤军作战，死亡的几率更高，必须想办法自救。趁小哥的搭档去拿食物，他趁机挑拨离间，说他在报纸上看过，小哥是个杀人犯，残忍地杀害了4名女性，这种人不可信，他很可能是个孤单的人。作为孤的搭档，可以很容易地结束这场游戏。帅哥想跟他合作一把，互相告知各自的牌面，这对他来说全无坏处，还能测出小哥是不是在撒谎。帅哥先报了他的牌是黑桃，但轮到他时，他犹豫了。他对帅哥不太信任，但不说又似乎不太好。临走前，他告诉帅哥自己是红桃，实际上他是方块，这就是杀帅哥的好时机。他刚走出来就碰到了小哥，小哥问他发生了什么事，他说帅哥是个骗子，这人很快就会死，但他已经开始撒谎了。小哥怎么可能还信任他呢？情侣那边一直是男的在出风头，他开始怀疑小哥有问题。第一个被小哥叫错名字的就是个骗子。女方去拿食物的时候，帅哥又出现了，用同样的伎俩对付那女的。他先说出女方的牌是红桃，然后问女方他自己是不是梅花。女方只看了他一眼没回答。帅哥一点也不慌，他已经种下了怀疑的种子，收获的时刻马上就到了。他充满了信心，这一轮游戏就要结束了。情侣开始互相确认牌面，女方的确是红桃，这也让他意识到帅哥没撒谎，帅哥说的确实是真的，那么男方肯定有问题。他看着男方的梅花牌，却说是方块。小哥那边的情况也是如此，搭档得知自己真的是黑桃，立刻开始怀疑那个小哥，把红桃说成了黑桃。但关键是要怎么处理美男呢？只能靠猜测，不能信任搭档的红桃，把不理他的女方排除掉，梅花也得排除，那就只剩下方块和红桃了，有50%的胜算，猜错了就是死路一条。光想想就觉得刺激。倒计时结束了，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答案。搭档第一个从牢房里出来，看到没人跟着，以为自己赢了，开始疯狂大笑。美男慢慢走了出来，他早就猜到搭档会勾结，可小哥那么快就组队完成，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事。小哥也走出了牢房，正如美男所说，一般人不会轻易接受他。男方也从楼上走下来，他告诉女方是什么花色，可女方还是没能活下来。
为什么呢？因为女方被搭档操控了，这一点美男可以作证。两人总是紧跟着去拿食物，通过袋子的颜色识别花色，确认彼此的队友是否在撒谎。女方最终还是欺骗了男方，这都是那个姑的指示。小哥知道对方是姑，却还是没骗他，是和男方达成了一致，想从他那里得到些信息。这两个人都很有手段，不怕他不说话。最终一轮游戏结束了，美男离开了游戏场地，红头菇飞船被炸毁，梁平陷入了迷茫，即使通关也回不了头，坚持下去还有什么意义？要变成像九间那样的公民，自己制作游戏等待挑战者。水姬不想就这样放弃，九间也没说肯定回不去，必须坚持到底。他向两人告别，去找失散的美男和安。看着失魂落魄的梁平，木子带他去改善伙食，去抓兔子吃，但是没抓到兔子，却发现了一堆死人，还有一个人没死。上前去问情况，那人只说了骗子就死了。骗子是什么？是方片吗？两人上车查看，发现很多照片和胶卷，旁边还有一台机器。查看了胶卷里的内容，是一部纪录片，看来片子就是指这个，记录了男子来这里的所有经历，里面还有安的身影。后来听说郊外有个社区，他们便过去查看情况，听到了一个关于烟花的故事。有个女人说她小时候做过脑部手术，可能是因为这个，只有她记得那件事。她还没说完，就突然被暴徒袭击，接着发生了一场大屠杀，社区的人都被屠杀了。刚刚看完那些片子，车子突然剧烈的摇晃起来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正在接近。打开窗户一看，居然是黑桃 K， 两人立刻逃了，途中不得不分开。梁平火力全开，为木子创造了逃跑的机会。当走投无路的时候，突然有个帮手出现了，开始和黑桃 K 打斗。逃跑中他被人打晕，直到深夜才醒来。打晕他的是个缺了一只脚的女人，这女人只负责将他打晕。赶走黑桃 K 的是另有其人。梁平见到了这人，这人居然是素国。素国的目标是除掉黑桃 K， 梁平不想掺和进去。虽然现在没什么具体目标，但还想活下去，不想白白送命，只想找到木子。可惜现在的情况不由他决定，如果他单独行动，可能还没找到木子就被黑桃 K 干掉了。硕果已经有了计划，计划是把黑桃 K 引到树林里干掉，但还没找到埋伏的地点，就遇到了一个自杀的医生，估计是他的签证快到期了，所以选择了自杀。独角最鄙视这种人，当年他刚来到这里，参加了一个地面崩裂的黑帮游戏，到处是滚烫的水，就是那时候脚被烫伤的。他靠着坚强的意志找到了出路，还巧遇了一位医生，医生可以帮他截肢，但得付出相应的代价。在这地方钱没什么用，他能给的只有自己。要说求生意志，他比梁平都强。不久后，素国找到了合适的地方，准备在这里跟黑桃 K 决一死战。首先得设陷阱，梁平帮不上忙，只能负责望风，这可不是他的强项。一有风吹草动，他就紧张兮兮。黑桃 K 很快就现身了，而他却毫无察觉，甚至开始打瞌睡。黑桃 K 已经悄悄绕到他背后，正准备开枪的时候，素果和主角突然发起攻击。看到他已经倒下，素果慢慢靠近，谁知道陷阱这时才显现。梁平这才反应过来，所谓的望风，明明就是把他当诱饵，没办法，他只能发挥这点作用。素果很快做出了判断，黑桃 K 有实战经验，很可能是个雇佣兵。梁平在这方面差多了，一不小心手榴弹就滚到了脚下，多亏素国的提醒，他才躲过一劫，但还是从悬崖上掉了下去。素国好不容易接近黑桃 K， 可惜还是处于下风，多亏了独角才捡回一条命。两人刚藏好，素国就陷入了昏迷，独角兽连大气都不敢出，生怕被黑桃 K 发现。幸好黑桃 K 没靠近细查，远远的瞥了一眼就离开了。天亮后，梁平从水中钻出，现在无伴侣，只能自己行动。他无目的得在路上闲逛，直到天黑才找到了一个帐篷，以为是木子，结果是个壮汉。他继续前行，变成了一个流浪汉。他越走越远，来到了一个被绿植占领的地方，看起来荒废了好多年。在梁平寻找木子的期间，水姬攻占了黑桃沟，身负重伤。安泽跋山涉水，找到了一个奇特的地方。木子偶然遇到了一个小孩，小孩的签证快到期了，被他带去挑战黑桃圈。梁平恰好也来到这里，两人最终相遇。其实梁平不是无目的地寻找，而是有计划有方法的找。木子擅长体力游戏，现在除了黑桃 K， 只剩下黑桃圈了。所有参赛者都进场了。游戏名叫将军圈，团队将与玩家团队对抗，人数少的玩家占优势。16个人卷只有4个。游戏规则很简单，每个团队选一个王，卷团队的王当然是圈，玩家团队的王也由圈来选。
他选择的小孩游戏共有16轮，每个团队轮流进行比赛。比如圈团队首先是红色，玩家团队则是蓝色。如果红色追到蓝色并按下背后的按钮，蓝色会变成红色。被抓的玩家在这一轮游戏结束前不能动，下一轮再加入比赛。卷团队转换颜色的规则不适用于网上，每一轮持续5分钟。经过16轮之后，人数较多的团队获胜。失败方的后果包括了网上的誓词。规则看起来简单，但实际上有很多操控的空间。大家都按要求穿戴好装备。第一轮游戏开始了，卷团队的声音从脚下传来，众人四散逃跑。木子让小孩在原地等待，然后带着凉平逃跑。因为是第一轮，大家都没有经验，大家都只顾逃跑。虽然圈团队人数少，但成员都是精兵强将，短短5分钟就抓到了5个人，比分变成了9比11。接下来轮到蓝色方进行追捕。凉平的策略很简单，不去追圈团队的人，先把自己团队的人救回来。他们肯定没有圈团队那么积极逃跑，但凉平忽略了一点，规则里没有说不能使用暴力，不逃也没关系，卷团队护卫就可以。凉平决定分头行动。新一轮开始会有警报声，他们约定了集合地点，每次警报一响就集合，这里就是我们确认位置的地方，这样就不会再次走散了。游戏很快进行到了第5轮，比分是10比10平手。有些人被圈团队吓到了，只能选择顺从，帮忙一起抓人。形势急剧转变，到了第10轮，比分变成了14比6，事情已经超出了凉平的控制。卷团队目前占据优势，即使没有武力压迫，玩家们也不愿意转换阵营了，坚持到最后，输的将是对方，何必来回挣扎呢？大家都拼命跑，拼命抓人，比分很快就变成了16比4。卷团队的成员向玩家透露，不挣扎是最明智的选择。有狗可以加入圈团队，只要圈还在，游戏就能继续。他们可以作为圈团队的一员继续参与，不用担心那个外面冷血的黑桃 K。比分最终是17比3。玩家这边除了王，只剩下凉平和木子，其他人开始表现消极。比赛中圈突然说要把凉平抓过来，说他是个好对手，大家立刻行动起来。很快他们就找到了凉平，木子看穿了他的意图，让凉平先跑，自己留下来掩护，但最后掩护没做好，很快就被圈摆脱了。他连按灯的功夫都懒得花，直接去找凉平了。但他的纠缠彻底惹怒了圈圈，直接被打到完全无法反抗。游戏进入了第14轮，他与凉平会合，偷偷的潜伏了起来，抓到了3个人。他知道这3人都想赢，但胜负不是唯一需要考虑的，还要想办法回到现实世界。赢得这场游戏又能怎样？在这里给圈圈打工，直到死去。如果能反败为胜，消灭强大的圈圈，拿到所有人的头牌，大家就能回到现实世界。在这里有什么好的？即使坚持到最后，也只是变成另一个圈圈，成为公民，制作并参与游戏，在杀与被杀的循环中无休止。但对某些人来说，这里比现实世界更好，更容易生存。木子虽不否认这种看法，但必须明白一点，那里是他的出生地，虽然残酷，那也是家，也有他美好的一面。他成功说服了在场的人。游戏进入第15轮，比分现在是14比6，他们至少得找回5个才能赢回1个，单独追赶不现实，需要采取一些策略。与此同时，全也下令了，赛前得把凉平带过来，木子留在对面等死就行。激烈的追逐战又开始了，凉平是头号目标，已经被团团包围，时间不多了，他能撑到第16轮吗？全也这时赶到了，正当他们准备行动时，凉平先下手为强，抓着铁链一跃而出。木子也在此时出现，一落地就去关掉暗灯，队友们也开始反击，局势瞬间反转，1比19，只剩下一个卷王。卷王坦然接受，正如预料，他也是一步步从玩家走来的，但真相他未能透露。等游戏都结束后，自然明了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卷王跳下去，以最自由轻松的姿态迎接死亡。告别大家后，凉平和木子再次踏上旅程，不知不觉来到一片废墟。这是黑桃7的游戏场地，独角狮脚的地方，水温还挺温暖。两人立刻脱下衣服，当时就泡起了温泉。木子突然尖叫一声，凉平赶过去一看，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竟然放声大笑。气氛已经到这份上了，必须得做点什么。不久后，方块 K 的游戏开始，美男也混进来了。海滨的2把手九头龙也在场，他是方块 K， 游戏名叫天平，包括他在内共有5名参赛者。游戏规则挺简单，从0到100里挑一个数字，把5个人的数字加起来求平均，平均数再乘以 0.8， 数字最靠近这个结果的人赢。赢家分数保持不变，输的人扣1分，分到负10分的人出局，其他人继续比赛。
直到决出最后的胜者。每淘汰一位玩家，就会增加一个新规则。第一轮比赛开始了，大家纷纷选择数字。衬衫男选了33，红衣女选49，九头龙选29。游戏男选30，美男选32，平均数是32.8乘以0.8是26.24，最接近的是九头龙。一轮过后，逆男开始算，假设大家都选40，平均数就是40乘以0.8得32。如果大家都这么想，那肯定都选32。再用32算一遍，结果是25.6。如果有人提前猜到这一步怎么办？再用26去算，结果是20.8。这样算下去没完没了，数字会越来越小。回忆女认为关键是猜对手，如果能猜到对手的数字，那结果就好预测了。美男这招真是高级，猜测对手的心理是无用的，我们应该分析对手的逻辑。衬衫突然听到了水声，抬头一看，天平上方开始滴水。那其实不是水，是硫酸。九头龙居然用天平这个名字来命名游戏，这说明他以前是个律师，游戏场所在最高法院，这也间接证明了这一点。第二轮开始了，大家都在脑子里疯狂地计算，给出的数字是152和114和161和17，和上一轮相比都小了很多。平均值是16.6乘以0.8的13.28。九头龙再次赢了，这次比上一次计算的更精准。按照这个节奏，大家给出的数字会越来越小，甚至可能会选0。每年的猜测，九头龙想要表达的是生命的价值。九头龙陷入了回忆，住在工厂附近的20人因环境破坏而死亡。他的剑意识提出一个数字，和对方达成和解，但他的上司却给了他一堂课。这个世界不是人人平等的，法律不是用来保护弱者的，而是武装强者的工具。他的工作不是讨论公平与正义，而是把不公平的事情变得看起来公平。第三轮开始的声音把他拉回了现实，大家给出的数字是01和00和100，平均值是20.2乘以0.8是16.16，最接近的是红衣女。美男这招真是让人摸不着头脑，选择100的几率本应是0，他的目的就是出其不意，让他心乱如麻。持续到第6轮时，他终于以100分获胜。第7轮的数字是4301，最终比分是23-04，红衣女再赢一局，比分变成7-5-3-7-6，油腻男的分数跌到了9，衬衫男也落入绝境。第10轮结束时已无退路，最终分数是1.6，选择2的九头龙赢了。衬衫男和油腻男瞬间分数跌至10，硫酸从头顶倾泻，两人被固定在椅子上无处可逃。开始只是几滴硫酸，最后直接是滔滔硫酸雨，两人在极度痛苦中丧生。根据规则，淘汰两人后需增加2条新规则。第一条，如果2人以上选择相同数字，则该选择无效且减1分。第二条，如果赢家数字误差极小，输家将扣2分。这下必须更加小心了。红衣女首先选择了0，美男也选择了09，头龙的3个0也被视作无效，每人扣除1分，比分更新为8-5。美男再输一次就命悬一线，3人再选数字62和23，最终结果是22.93，美男胜出，误差几乎可以忽略，输家各扣2分，虎一女达到10。美男不完全靠运气，他确实有实力，他的分数回到9还有退路，回女的分数是8还有机会，他的思绪还停留在上一轮，他以为自己和九头蛇会选同一个数字，而且肯定是50以内的，只要他不参与就能安全过这一轮，随便选个大于50的数字对他来说最安全。接下来用排除法，90到100的数字太极端了，偶数太容易被猜中，像6070这样的也容易中招。常被随意选择的数字358也得排除，再把所有质数排除掉，剩下的选择不多了，然后把生活中常见的容易联想到的数字也排除，比如游戏机或者电影名或者品牌标志。最后只剩下62和74两个选项，剩下的全靠运气了。红衣女突然有点后悔，早知道就选74了。硫酸突然从天而降，比赛只剩下2个人了，加入一条新规则，如果有人选0，选100的人就赢了。美男迅速做出判断，竟然决定乘以0.8，数字小的赢面更大。本来九头蛇选0就能赢，但新规则改变了局面，美男可以用100去赢，现在只能选0或100，九头蛇没有必胜的选择了，选择错误的机会更多，不像美男那样一次决定就成了。考虑到这是关于公平和生命的价值，美男有些伤感。他以前是个医生，由于某些原因，他把本应给患者的器官转给了医院背后的金主，导致患者丧生。他感觉自己不配赢，直接表示会选择100，把命运交给九头龙。九头龙也有他的故事，那年海边的意外，他本不想离开，但有人不惜冒险救了他，现在
决定权在他手里，是救命还是取命？他选择零救人，他俩这样一个选100，一个选0，比分变成9，进入最终的决胜局。美男依旧按老规矩，选择100把生杀权交给九头龙。九头龙回忆往事，他曾问海边的女巫为何亲自出马，他说是要证明给他看，宁愿为理想死去，也不按他的游戏规则，避免大屠杀发生。他最终决定继续神秘。美男虽赢了，但九头龙未言败，至少找到了生命的真谛。同时梅花圈的游戏开始了，水姬和安在这里相遇，这是一个类似打雪仗的游戏。梅花钩的比赛也在进行，是沿着绳子向上爬，方便施展勾手麻将技巧。只剩下4名参赛者。红桃 K 的比赛也同时进行，水晶河岸成功夺得梅花圈，其他游戏也陆续结束，现在只剩下红桃圈和黑桃 K， 大家都开始聚焦这2处。梁平碰到了一个帅哥，但还没聊上几句，就被九牧打断了。九牧的身体撑不了多久，想在临终前疯狂一次。他递给帅哥一把枪，现在3个人都手持武器，战斗即将开始。今天非得有人牺牲才能结束。梁平其实不想战斗，却把自己暴露在九牧的枪口下。九牧本来已经放弃，但木子的出现又激起了他的欲望。梁平被逼无奈，只能向他开枪，但在临终前他也开了一枪，这一枪被帅哥挡下了。帅哥对梁平说了几句心里话，以前他很讨厌所谓的善意，觉得那是伪善，后来才意识到不是讨厌，而是嫉妒，因为他从未拥有过。这时一艘飞艇出现了，黑桃 K 来了，枪声在不远处响起。梁平和木子赶紧找地方躲藏，突然在人群中看到了水晶。恒安立刻招呼他们过来，但没敢提帅哥的事。端午那件事，干掉黑桃 K 的任务不需要他们动手，总会有人出手。一辆车直接冲向黑桃 K， 接着发生了爆炸。当大家正在欢呼时，枪声再次响起，黑桃 K 竟然毫发无损。他扔掉披风，摘下面罩，继续进行屠杀。独角也在这时候赶到了，加入了讨伐黑桃 K 的行列。独角都来了，素国怎能缺席？素国迅速制定了作战计划。K 毕竟是人不是神，子弹总有打完的一刻，先让他消耗弹药，等他换弹时再出击。水姬拿出了一个炸弹，这是美男制作的，本来是给他自己防身用的，但威力不大，不一定能伤到 K。那边有家药店，如果在密闭空间里，并且充满了聚溶胶盐雾，可以提升爆炸的威力。下一步要分工合作，梁平将去药店埋伏，引爆炸弹硕果当诱饵，把 K 引过去。真是轻视女性，女英雄不让须眉，女生们也要充当诱饵，一起引诱 K。诱饵开始吸引火力，为梁平创造机会。梁平冲进药店，布置现场，几位女生轮流挑逗 K 顿时火气上来，激战让房贷一度脱落，枪战很快演变成肉搏战。素国很快败下阵来，独角为了救援，被 K 射成蜂窝状，安也不幸中弹。素国借着一股狠劲冲了上去，这次虽占上风，但很快也被子弹打中。他拼命向前冲，把 K 的子弹全部用光了。水姬冲上前来帮忙，结果被 K 连捅几刀。木子也赶了过来，可惜还是挡不住 K， 腿上也中了几刀。这场战斗太残酷了。素国捡起一颗子弹，又爬向不远的枪，可惜还是稍逊一筹，倒在了 K 的枪下。看到 K 的下一个目标是木子，梁平终于冲了出来，一看清现场情况，心里那叫一个疼。好在他还没失去理智，转身将 K 引向药房。两人现在只隔着一扇门。K 准备开门的时候，突然犹豫了。素格突然从背后出现，抱着 K 冲了进去，本想牺牲自己干掉 K， 可梁平却不忍心，非要冲上前救他。两人撞碎了玻璃，梁平扔出了炸弹，素格回头开枪，强大的爆炸力把他们炸飞。缓过劲来后，梁平去查看木子的伤势，苏国却在看被炸毁的药店，药店已经变成一片废墟。K 竟然还活着，命真硬，但已无力再折腾。他把枪递给苏国，想要个痛快。这一幕让 K 想起过去，当年战友也是这样把枪递给他的，他含泪结束了战友的生命。素国对他并无太多情感，只是觉得这样让他解脱有点不公平。狗在掉 K 之后，素国把枪对准了自己，本来想下去赎罪，希望得到帽将的原谅，但帽将并没有责怪他，反而让他活下去。黑桃 K 的飞艇坠毁了，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红桃圈，可能的参与者寥寥无几。梁平扶着木子前往比赛场地，并且提前向他表白，如果规则是互相残杀，他绝不犹豫地保护木子。意外的是，红桃圈竟然是屏幕中的黑衣女子。游戏是锤球，也叫门球，规则很简单，无论输赢，只要完成3局就可以，不能中途退出。第1局很快结束，比想象中简单多了。难道黑衣女是来送福利的？但第2局一开始，梁平就懵了。黑衣女开始自娱自乐，只顾自己玩得开心，
根本没好好打，似乎是在拖时间。而木子的腿在流血，没时间可以浪费，他只能全力以赴，尽快结束比赛。终于搞定了，但黑衣女迟迟不开始第3局，反而请他们坐下来喝茶。梁平趁机询问通过这一关能否回到现实世界。木子担心有诈，劝梁平少说话，也别听黑衣女的，集中精力去完成比赛。但那个黑衣女子却主动搭话，她愿意向他们透露真相。他们现在是在未来的世界，严格说来是从现在开始的1000年后，以他们原来的时代为起点。10年后，虚拟现实技术成熟，它成为了人们的主要生活方式。50年后，所有疾病都能被治愈。100年后，天气控制和环境调节技术得到发展，自然灾害被完全消除。200年后，由于对大脑机制的深刻理解，实现了记忆和意识的传输。300年后，人类不再因自然原因死亡，平均寿命达到了300岁。400年后，我们完全掌握了物理学，理解了所有因果关系，可以用科学解释命运和巧合。500年后，通过对一切的完美控制，不再有任何意料之外的事发生，人类基本上可以实现永生。这让梁平的认知完全颠覆。他突然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摄像头，这难道只是一个游戏？他们的真实身体可能正处于沉睡状态。按照那位黑衣女士的说法，人类已经实现了永生，找不到继续生存的理由，所以他们在这个世界里寻找乐趣。而他只是一个系统管理员。看着两人出神的样子，那位黑衣女子突然笑了起来。这一切都是他编造的。他又改变了他的说法。植物突然发生了变异，疯狂地生长，占领了所有的城市。城市被群山所环绕，成了外星人的殖民地。外星人设计了这些游戏，强迫人类参与。这只是一场实验。玩家间流传着另一种说法，核战争给这个世界带来了灾难。地下的富人们给机器人植入了虚假记忆，让机器人参与游戏，然后赌注，看谁能存活下来。到底哪个版本是真实的，哪个版本是虚构的？梁平感觉他自己都不知道真相。他觉得这并不重要。为什么要追求真相呢？顺便说一句，红桃七是他设计的游戏。梁平因此失去了挚友，一时失去了理智。他把枪指向了对方。对方就那样直视梁平，看梁平敢不敢开枪。梁平挣扎着，最终他冷静下来。他认为这是黑女的陷阱，故意在游戏中激怒他，使他在枪下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这样游戏就永远也不会结束。其他玩家只能等待签证过期，迎接死亡。黑衣女再次提起真相，这是她的弱点。实际上这个世界是虚构的，荒凉的城市，激进的科技，荒唐的游戏，都是幻想出来的。无论是来自未来还是外星的，这些游戏背后的动机是什么？说到底，这都是梁平的幻想。看到梁平似乎信了，孟子急忙劝他，如果这真的只是幻想，那他又算什么呢？他明明是活生生的人。黑衣女继续迷惑梁平，想想失去挚友的那一刻，悲痛欲绝，最后失去了记忆。黑衣女成了他的全部。他正在接受治疗。他微微一愣，好像黑衣女说的都是真的。木子的情况和他很像，也在接受治疗。他回忆起那天看烟花时和挚友在街上闲逛，一抬头看烟花，挚友就被车撞了。他一时间难以接受这个现实，于是他幻想出了这场荒唐的游戏，一次次地生存，一次次地失去。他开始寻找活着的意义，这是他在现实中面临的难题。找不到活着的意义，只能白白浪费时间，荒废了自己的人生。木子突然冲进来，试图叫醒他，可惜被黑衣女劝阻了。现在轮到梁平做选择了，是不是该结束一切？木子突然惊醒，意识到这是在玩 Pro 游戏，想让梁平中途放弃，可梁平已经沉浸其中，无法自拔。黑衣女建议他吃点药平静一下，然后再做出选择。药片差点就要溶解在水里了。木子赶紧冲过去阻止，他捡起碎玻璃对准那黑衣女子，让梁平清醒过来，提醒他别忘了游戏前的誓言，无论如何都要保护她。说完，他划破了自己的手腕，试图唤醒梁平，可是梁平完全没有反应，他还沉浸在黑衣女构建的世界中，看着木子渐渐失去生命力。黑衣女露出一抹狡诈的笑容，问梁平是否要放弃游戏。看着梁平伸手去拿药丸，他笑得更加灿烂。谁料想剧情并非如他所愿，梁平的手越过了药丸，直接抓住了木子。黑衣女最终还是说了，打败他的不是梁平，也不是木子，而是伟大的爱情。第3局开始了，黑羽赢得了胜利，游戏也随之结束。梁平终于过了这最后一关，一道激光从天而降，黑羽的飞艇爆炸了，烟花装点了整个夜空。天空中传来了一个声音，所有幸存者需要做出选择，是接受成为这个世界的公民，还是获得永久居留权，或者拒绝。素狗选择了拒绝，独角也选择了拒绝，水杰同样拒绝。已经去世的安无法作答。在红桃沟的游戏中，
胜出的小哥和男方选择了接受，他们更适应这里的生活。美男决定拒绝，九牧也选择了拒绝。经历了那么多，依旧活着的木子，不意外的选择了拒绝。梁平自然也是选择拒绝。系统只询问接受还是拒绝，但没有说明拒绝的后果。转眼间，梁平回到了现实，黄毛就在他眼前，张太也在一旁，笑呵呵地看着他们。梁平道了一声对不起，三人一起走上街头，木子也在他们旁边。黄毛把梁平搂到自己肩上，他们一起冲进熙熙攘攘的人群。九牧就在附近，水姬从旁边经过，美男茂也在那儿。紧接着，他们三人横穿马路，天空中突然绽放了烟花，安从他们身边擦肩而过。独角和其他人一样，抬头望着天空，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直接落在梁平他们进入的大楼上。随后发生了震撼天地的大爆炸，造成了严重的伤亡。梁平侥幸生还，但黄毛和张太却遇难了。当救援队找到梁平时，他已经停止心跳整整1分钟。难道游戏中的世界是在那1分钟里幻想出来的？美男也是幸存者之一，九牧同样幸存，他们的心跳也都停了1分钟。独角失去了一只脚，素果昏迷不醒，安在鬼门关走了一圈，差点没回来，幸亏被及时抢救了。水姬也算是幸存者之一，几乎所有遇难者都参与了那个游戏，所有幸存者都是游戏的通关者。梁平和木子在这里不期而遇，觉得对方很眼熟，却想不起在哪儿见过。突然一阵妖风吹过，桌子上的扑克牌全被吹飞了，只有一张小王牌纹丝不动。难道这场游戏还没结束？那些选择拒绝的人开始挑战那张留不住的小王牌的爱丽丝。第2集就到这里结束了。